每天同一個位置的你，需要翻譯的朋友，請打開字幕觀看。第31章，奇怪的距離。第二天晚上，網吧的燈光依舊明亮，但兩人之間卻多了一層看不見卻摸得着的微妙氣場。阿成像往常一樣來了，只是腳步比平時沉重了許多。走到7號機前，他猶豫了2秒，才拉開椅子坐下，視線始終盯着地面，完全不敢像以前那樣自然而然地落在櫃檯裡的小夏身上，仿佛只要看他一眼，昨天那句我不喜歡別人那樣跟你說話，就會像彈幕一樣在他腦門上循環播放。小夏敏銳地察覺到了，他原本還在糾結該怎麼面對他，想裝作若無其事，又覺得彆扭，但偷瞄了他一眼後，他忍不住在心裡嘀咕：朱棣明明兇得要命，氣勢洶洶的，今天怎麼反而慫成這樣，連看都不敢看我了。他本來還想端着點架子繼續生他的氣，可看着他那副手足无措的樣子，心裡那點小彆扭瞬間煙消雲散，反而覺得有點好笑，甚至有點可愛。阿成低着頭，假裝在忙着開機、擦鍵盤、找耳機，實際上餘光一直在往櫃檯那邊瞟，卻又不敢定格，心跳快得有點不正常。我昨天到底哪兒來的勇氣？什麼叫我不喜歡？我是誰呀？我就不喜歡。越想他的耳根越燙，簡直想穿越回去捂住昨天的自己的嘴。過了一會兒，小夏提着垃圾袋走了過來，剛好停在7號機旁邊。阿成像被踩了尾巴的貓，下意識把腿往裡縮了縮，整個人恨不得貼在顯示器上。小夏掃了他一眼，狀似無意地問：你今天怎麼這麼安靜？阿成的手指僵在鼠標上。我平時也這樣。小夏挑了挑眉。真的嗎？可是你昨天不是挺……他話說了一半，故意停住了。阿成的心臟咯噔一下，沉到了谷底。挺什麼？聲音裡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。小夏嘴角勾起一抹壞笑，裝作漫驚不息地說：挺像不想讓別人被搶走一樣。阿成瞬間屏住了呼吸，大腦一片空白，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接這句話。不是那個，他語輪輪次的想要解釋，但小夏已經不想聽解釋了。他心情頗好的哼着歌，轉身換垃圾袋去了，留下阿成一個人像尊雕塑一樣僵在座位上，腦子裡只剩下一個念頭在瘋狂刷屏：他是不是在撩我？越想臉越紅，最後連脖子都紅透了。下班後，小夏照常裸掃豪門，一轉身就看見阿成站在不遠處的路燈下，手插在口袋裡，踢着腳邊的小石子，一副想走過來又不敢走過來的糾結模樣。小夏看着他，輕輕嘆了一口氣，主動走了過去。他站在他面前，微微仰頭看着他的眼睛。你今天一直在躲我？阿成僵直了背脊，呼吸都亂了節奏。他想否認，張了張嘴，卻發不出任何聲音，因為那是事實。小夏無奈地笑了笑：躲什麼？我又不會吃了你。說完，他往前邁了一小步，瞬間拉近了兩人之間的距離，近到阿成能聞到他身上淡淡的洗髮水香味。你正常一點，我們就當昨天那句話沒說過。他的聲音很輕很柔，像羽毛拂過心尖，卻足以讓阿成的心臟亂成一鍋粥。阿成怔怔地看他許久，才像個聽話的小學生一樣乖乖地點了點頭。好，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，但小夏聽見了，而且聽得很清楚。他滿意地轉身朝家的方向走去，背對着他揮了揮手，嘴角的笑意怎麼也壓不下去。哼，笨蛋。而阿成站在原地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，還沒回過神來。
那句“你正常一點”在他腦海裡久久回盪。可問題是，今天的他面對這樣的他，怎麼可能正常的起來呀？第32章，不應該擔心卻擔心了。那天早上，阿成剛踏進公司大門，就被領導叫進了會議室。項目出了大紕漏，客戶那邊炸了鍋，要求必須在當天整改完畢。整個部門的氣壓低到了極點，連呼吸都覺得壓抑。阿成從早上忙到深夜，連一口水都顧不上喝，更別提吃飯了。長時間的伏案工作讓他的頸椎僵硬得像塊石頭，太陽穴也在突突直跳。可是手頭的工作依然堆積如山。他看了一眼時間，心裡很清楚，今天晚上他是趕不上去網吧了。想到這裡，胸口像堵了一團濕棉花，悶悶地透不過氣來。同一時間，小夏在網吧裡捧着一杯熱水，目光卻總是不受控制地飄向那個空蕩蕩的門口，动作很微小，卻頻繁的連他自己都無法忽視。這個點兒應該快到了吧？他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此刻的眼神裡藏着怎樣一種名為期待的光。可是8點過去了，9點過去了，10點，門口依舊空無一人。小夏才後覺後覺地發現自己竟然整整2個小時都在盯着大门看。他皺了眉頭，在心裡狠狠地罵了自己一句：我有病吧？他又不是我的誰，愛來不來。話雖這麼說，心裡某一塊地方卻莫名覺得空落落的。11點，網吧裡的客人已經走得差不多了。小夏嘆了口氣，開始準備打烊。就在他關掉最後一台機器的電源時，門口的风鈴突然叮的一下響了一聲。小夏猛地回過頭，是阿成。他站在门口，頭髮被風吹得有些凌亂，整個人像是被抽走了靈魂，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憊，肩膀上還勒着深深的電腦包背帶印痕。他抬起頭看他，眼神很慢很沉，像是累到了極点，連平日裡的偽裝都維持不住了。抱歉，來晚了。聲音沙啞的像在砂紙上磨過。小夏的心臟重重地沉了一下。他沒有預料到的是，在看到他這副模樣的瞬間，第一反應不是生氣他遲到了，也不是質問他去哪了，而是他怎麼把自己搞成這副鬼樣子啊？臉色這麼難看，該不會連飯都沒吃吧？那一刻湧上心頭的酸澀感，讓他自己都嚇了一跳。我這是在心疼他？阿成往前邁了2步，腳下卻突然虛浮了一下，整個人踉蹌着往前栽了去。小夏嚇得魂飛魄散，一個箭步衝上去扶住他。喂，小心！阿成借着他的力氣勉強站穩，削弱地扯扯嘴角。沒事，就是一天沒吃東西，有點低血糖。小夏的臉色瞬間變了，平日裡的冷靜自持蕩然不存，而取而代之的是從未有過的焦急和惱怒。你是笨蛋嗎？他的聲音因為切切而微微發顫。工作再忙也要吃飯吶，把自己餓暈了很有成就感是不是？阿成被他吼得愣在原地，他看着眼前這個因為擔心而急敗壞的女孩，心臟像是被什麼東西狠狠撞擊了一下，又酸又軟。原來被人這樣凶凶巴巴地關心着是這種感覺。小夏見他站都站不穩，也不管什麼男女授受不親了，直接拽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按在櫃檯後的椅子上。給我坐着，別動！說完，他轉身就往門外衝了出去。我去便利室。阿成呆呆地坐在那裡，看着他飛奔而去的背影，耳針一點一點紅透了。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覺到，原來這就是被人在乎着的幸福。第33集，靠得太近的那幾秒。小夏從便利店跑回來時，帶進了一身夜風的涼意。額前的幾縷碎髮被風吹亂了，貼在臉頰上，手裡緊緊攥着一個塑料袋，胸口還在微微起伏，氣息有些亂。阿成抬起頭，看着那個氣喘吁吁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孩。她平日裡總是冷冷淡淡的，像只難以接近的小貓。
可此刻那雙眼睛裡卻盛滿了毫不掩飾的焦急和擔心。那眼神太直白，太滾燙，燙得阿成心口狠狠一緊。小夏把袋子重重地放在櫃檯上，發出啪的一聲輕響，皺着眉命令道：“拿着。”還沒等阿成反應過來，一個熱乎乎的飯團已經被硬塞進了他手裡。阿成愣了一下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小夏瞪了他一眼，凶巴巴地打斷他：“閉嘴，吃！”那語氣簡直像是在训斥不聽話的小朋友。阿成乖乖閉上嘴，笨拙地拆開包裝，低頭咬了一口。飯團還是熱的，味道其實很普通，就是便利店裡最常見的那種。可吞下去的那一刻，喉嚨卻像是被什麼堵住了，酸澀得厲害。不僅僅是因為食物的溫度，更是因為有人為了不讓他餓肚子，在深夜的大街上為他奔跑。小夏看他吃得慢吞吞的，像只受了委屈的大金毛，忍不住又皺起眉頭：“你是貓吗？吃這麼慢，什麼時候能吃飽？”話音剛落，他看着他嘴角沾着的一粒米飯，強迫症突然犯了。下一秒，他做了一件連自己都沒經過大腦思考的事。他鬼神察子地伸出手，指腹輕輕撫過他的嘴角，帶走了那粒粘在那裡的米飯。那一瞬間，世界仿佛靜止了。阿成整個人像是被按了暫停鍵，僵在原地，連呼吸都忘了。溫熱的指尖觸碰到皮膚的觸感，像電流一樣瞬間竄遍全身。心臟像是被人狠狠捏了一把，跳得快要炸開。耳朵以肉眼可見的速度，唰的一下紅得滴血。他甚至忘了眨眼，只是呆呆地看着近在咫尺的他。小夏的手在空中僵了2秒，他也反应過來了，這距離太近了，這動作太曖昧了。他觸電般的收回手，把手背在身後，指尖還在微微發燙。為了掩飾這突如其來的尷尬和慌亂，他故意板起臉，裝作冷淡地說：“多大的人了，吃飯能不能專心點，還漏嘴？”阿成徹底當機了，過了好半天，才從喉嚨裡擠出一個字：“聲音小得可憐，像只做錯事的蚊子。他連頭都不敢抬，死死盯着手裡的飯團，生怕一抬頭，眼底洶湧的情緒就會把他淹沒。空氣裡彌漫着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甜膩氣息，讓人缺氧。沉默了幾秒後，小夏突然轉身去整理並沒有亂的貨架，背對着他，聲音輕輕地飄過來：“今天辛苦了。”阿成猛地抬起頭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他沒有回頭，依然在那兒瞎忙活，但那藏在髮絲間紅得透涼的耳尖卻把他的心事暴露無遺。阿成的心跳在這一刻重得像鼓墊一樣敲擊着胸腔。他在關心我，他在心疼我，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、如此確定地感受到他的心意，不是客套的微笑，也不是隨口的玩笑，而是實實在在地把他放在心上的在意。那一刻，阿成突然覺得，即使今天工作再累，被罵得再慘，身體再難受，能換來他這幾秒鐘的靠近和溫柔，一切都值了，真值了。第34章，心不在焉的一天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成坐在辦公桌前，对着電腦屏幕發呆。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數據和文字，在他眼裡全都變成了亂碼。腦海裡像放電影一樣，一遍又一遍地複晃着昨晚的那幾秒。小夏靠得那麼近，近到呼吸可聞，微涼的指尖輕輕拂過他嘴角的觸感，像烙印一樣揮之不去。那種稍縱即逝的溫度，那種帶着點強硬卻又無比溫柔的力道，讓他的心直到現在還在撲通撲通的亂跳。阿成，阿成！
同事叫了他好幾聲，還在他眼前晃了晃手，他才猛地回過神來。啊，怎麼了？同事一臉古怪地指着他的屏幕，你這個文檔是不是写錯了？阿成低頭一看，整個人瞬間石化。在那份嚴肅的項目報告結尾，赫然出現了一行與工作毫不相關的字：今天辛苦了。這是昨晚小夏對他說的話，他竟然不知不覺地把它敲進了文檔裡。阿成只覺得一股熱血直衝腦門，心跳快得差點從嗓子眼裡蹦出來。同事在旁邊笑得一臉曖昧，喲，這一大早的，魂兒還在昨晚的夢裡沒回來呢，給誰寫情書呢？阿成的耳朵唰的一下紅透了，他手腳忙亂地刪掉那行字，關掉窗口，假裝什麼都沒發生，把臉埋進了文件堆裡。同一時間，小夏在網吧裡也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，他手裡拿着圓珠筆，在賬本上無意識地畫着圈圈，目光卻是像是有自己的想法一樣，時不時地飄向那個空蕩蕩的7號機。以前覺得那個位置沒人坐也沒什麼，可今天看着那裡空落落的椅子，心裡也跟着變得空落落的。那個笨蛋今天該不會又忙得不吃飯吧？這個念頭剛一冒出來，他就皺起了眉頭，在心裡狠狠唾棄了自己一番。我為什麼要管他？他餓不餓關我什麼事？可是理智歸理智，情感卻完全不受控制。那種隱隱約約的牽掛，像野草一樣在心裡瘋長。晚上8點半，門口的風鈴叮地響了一聲，小夏幾乎是條件反射般的抬頭起來，動作快的連掩飾都沒來得及顯示。是阿成。他站在門口，看起來雖然不像昨天那麼狼狽，但肩膀依然微微耷拉着，透着一絲疲憊。然而當他的視線落在小夏身上時，原本有些暗淡的眼底瞬間像是被點亮了一樣，有了光彩。小夏努力壓下嘴角的弧度，假裝領勁地打招呼：今天挺晚的。阿成看着小夏，聲音輕柔：公司有點事兒耽誤了。小夏點了點頭，心裡那塊懸了一整天的大石頭終於悄悄落了地。呼，還好他來了。為了掩飾自己剛才那一瞬間的失態，他隨口找了個話題：那你今天吃晚飯了嗎？話一出口，他就後悔的想咬掉自己的舌頭了。這也太明顯了吧，簡直就像是告訴他，我很在意你有沒有吃飯。阿成也顯然沒有料到他會問得這麼直接，愣了秒。隨後他的嘴角慢慢地央持了一個好看的弧度，眼裡的笑意幾乎要溢出來。吃了2個飯團。聲音不大，卻帶着一種被人在乎後的滿足和愉悅。小夏低頭假裝翻看資料表，臉頰卻不受控制地燒了起來。問錯了，以後絕對不問了。他在心裡懊惱地想。可是幾秒鐘之後，他還是沒忍住，悄悄抬起眼簾偷瞄了他一眼。巧的是，阿成也正好看過來。四目相對的一瞬間，像是觸電一般，两人同時慌亂地移開了視線，一個盯着天花板，一個盯着地板，可是那紅的地穴的耳根卻把他們的心思暴露無遺。空氣裡靜悄悄的，卻仿佛有什麼東西在悄悄發芽發花。一個很小卻無法忽視的念頭在兩個人的心裡同時冒了出來。原來這一整天的魂不守舍都只是為了等這一刻的相見。第35章，黑暗裡的那雙手。那天晚上，網吧裡比平時更熱鬧一些，鍵盤敲擊聲、遊戲音效聲此起彼伏。小夏在冰櫃前忙着補貨，把一瓶瓶飲料擺放整齊。阿成坐在不遠處的7號機，雖然戴着耳機，目光卻時不時地越過屏幕，落在那個忙碌的身影上。大概晚上9點半，剛補完貨的小夏拍了拍手上的灰塵，正準備走回櫃檯。就在這時，啪！一聲沉悶的電流切斷聲響起，緊接着頭頂的燈光閃爍了一下，瞬間全部熄滅。
整個網吧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黑暗，世界瞬間被濃稠的墨色吞沒，伸手不見五指。短暫的安靜後，客人們的驚呼聲和抱怨聲炸開了鍋。我去，停電了！怎麼回事啊？還沒保存呢！小夏站在原地，心臟猛地縮緊了。他其實很怕黑，小時候被關在漆黑雜物間的記憶像潮水一樣湧上來，瞬間淹沒了他的理智。胸口像壓了一塊巨石，呼吸變得急促和紊亂，手腳冰涼，不敢挪動半步。就在他無助地站在黑暗中瑟瑟發抖的時候，一只溫熱的大手極其緊遵地握住了他的手腕，力道不大，卻帶着一種令人心安的堅定。是我，低沉的嗓音在耳邊響起，近在咫尺。那是阿成的聲音。那一瞬間，小夏的緊繃的神經奇蹟般地放鬆了下來，仿佛這簡單的2個字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咒語，驅散了所有的恐懼。阿成，他小聲叫他的名字，聲音裡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。別怕，我在。為了防止他在黑暗中磕碰到桌椅，阿成猶豫了1秒，然後他的手順着他的手腕轄下，輕輕包裹住了他的手指，不是十指緊扣，只是虛虛地握着。但那源源不斷的體溫卻像黑暗中的唯一的浮木，讓小夏下意識地反握住了他。2人一前一後，慢慢地摸索着往櫃檯方向走。黑暗放大了所有的感官，小夏能清晰地聽到前面那個人的呼吸声，沉穩而有力。他躲在他寬厚的背影後面，第一次覺得原來黑暗也沒那麼可怕。阿成也能感觉到掌心的那只小手的顫抖，那種柔弱无助的觸感像羽毛一樣掃過他的心間，帶來一陣酥麻的癢意。他下意識地收緊了手指，把他握得更緊了一些，像要保護他。這個念頭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強烈。好不容易摸索到了櫃檯旁，就在這時，滋啦！備用電源啟動了，應急燈的慘白的光線瞬間亮起，照亮了狹小的空間。這一亮，2個人都愣了，他們才發現原來彼此靠得這麼近。小夏幾乎是貼在阿成的懷裡，額頭差點撞上他的下巴，而阿成的一只手還緊緊貼着他的手，另一只手正虛浮在他的腰側，是一個完全保護的姿勢。呼吸交纏，近到連彼此睫毛的顫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曖昧的氣息像瘋長的藤蔓，瞬間纏繞住了2個人。小夏最先反應過來，像被燙到的一樣，猛地抽回自己的手，往後退了1大步，撞在了櫃檯上。燈亮了，他的聲音小得像蚊子哼哼，臉紅得快要滴血出來。阿成也些尷尬地收回手，指尖仍然殘留着他細膩的觸感。他有些不自在地輕咳了一聲，眼神飄忽不定。亮了。2人背對着背，各自整理着定不亂的衣服和頭髮，誰也沒有再說話。但誰都清楚，剛剛那一瞬間的心跳，比這突然的黑暗還要讓人驚心動魄。有些東西在黑暗中被點燃了，再也無法熄滅。第36講，他站在我前面。第2天，網吧恢復了往日的平靜，但空氣裡似乎還殘留着昨晚那場停電帶來的曖昧餘溫。小夏和阿成都心照不宣地刻意回避着視線，不敢盯着对方看太久。可只要对方稍微一靠近，哪怕只是衣角的摩擦声，都會讓彼此的心跳漏掉一拍。大概晚上7點多，一個染着黃撓的年輕男客一臉凶神惡煞地衝到了櫃檯前，啪的一聲，他把手機狠狠摔在桌面上。喂，你們這破機子是不是有毒？小夏正在核對賬目，被這動靜嚇了一跳，抬頭問道：怎麼了？
南克指着手機屏幕吼道：“老子剛充的100塊錢游戲點券沒到賬，是不是你們系統把錢吞了？”小夏愣了一下，隨即冷靜地解釋：“先生，如果是游戲內的充值問題，跟網吧系統是沒有關係的，您應該聯繫遊戲官方客服查詢一下。”南克根本聽不進去，唾沫星子亂飛：“少跟我扯皮，我就是連着你們的網充的，錢沒了你們就要負責。”周圍的幾位客人紛紛側目，竊竊私語。小夏眉頭微皺，耐着性子再次強調：“真的是服務器的延遲問題，您可以再等幾分鐘看看。”“等個屁，我現在就要玩！”南克情緒越來越激動，甚至嫌手想要去拽小夏的领口。“我看你就是想赖賬，信不信我投訴你？”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小夏的那一瞬間，一道陰影毫無預兆地籠罩下來，將小夏嚴嚴實實地擋在了身後。一只修長的手在半空中穩穩地截住了南克的手腕，是阿成。他沒有大吼大叫，也沒有像上次那樣渾身散發着冷氣。此時的他甚至連表情都是平靜的，但這平靜之下卻藏着一種不容侵犯的壓迫感，穩得像一座山。“有事說事，別動手動腳。”他的聲音不高，卻清晰地傳進了在場每一個人的耳朵裡。南克被攔住，有些惱羞成怒，想要甩開阿成的手，卻發現紋絲不動。“你又是哪根蔥？關你屁事！”阿成没有鬆手，目光沉沉地盯着他。“他是網管，負責的是機器維護，不是你的遊戲客服。而且這裡有監控。”他抬手指了指頭頂閃爍紅燈的像頭，語氣淡漠：“再鬧下去就是尋釁滋事。你是想繼續吵，還是自己去聯繫客服？”這番話有理有據，又不失威懾力，再加上周圍客人的指指點點的目光，局勢瞬間倒向了這一邊。南克心虛地縮了縮脖子，嘟囔了一句：“算老子倒霉。”他狠狠瞪了一眼阿成，抽回手，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一場鬧劇就這樣平息了。小夏站在阿成身後，看着那個寬厚的背影，他才意識到，從剛才到現在，他就一直這樣堅定地站在他正前方，像一堵牆，替他擋住了所有的惡意、唾沫和指責。那一瞬間，小夏胸口最柔軟的地方被狠狠撞了一下，不是害怕，而是一種久違的被妥帖安放的安全感。他低頭看着自己的腳尖，聲音輕得像是怕驚擾了什麼。“謝謝。”阿純微微一怔，轉過身來，剛才那個氣場全開的男人瞬間不見了，而取而代之的是有些局促和羞澀的大男孩。他撓了撓頭，低聲說：“沒事，順手而已。”可那紅得快要滴血的耳尖卻明晃晃地寫着：“我很在意。”兩人面對面站着，誰也沒有再說話，空氣裡只剩下彼此交錯的呼吸聲。但這清默並不尷尬，反而流淌着一種只有他們才懂的默契。那個距離已經不再是網冠和客人，也不再是認識的朋友，而是無論發生什麼，我都會第一時間擋在你身前的人。第37章，被看見的曖昧。第二天，小夏上班後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清点貨物，也不是打開收音機，而是下意識地看向7號機的位置。這個動作自然的仿佛已經成了身體的本能，連他自己都沒察覺到有什麼不對。阿成依舊坐在那裡，正低着頭戴耳機，側臉在屏幕的藍光下顯得格外沉穩。小夏剛想若無其事地移開目光，就在這時，阿成突然抬起頭，两個人的視線隔着並不算寬的過道，毫無防備地撞了在一起。空氣仿佛凝固了1秒，小夏像被燙到了一樣，猛地別過頭去，假裝在看橋上的價目表，心跳卻不受控制地漏了一拍，然後瘋狂加速。他被自己這過激的反應嚇了一跳，我躲什麼呀？搞得像做了虧心事一樣。
那邊的阿成也是渾身一僵，手指停在半空中，忘了下一步該幹什麼。過了2秒，他才緩緩低下頭，假裝在調整耳機線。可是那迅速蔓延開的紅暈已經從脖子根兒一路燒到了耳後。中午時分，幾個常來報業的熟客學生正聚在一起吃泡麵，他們一邊吸溜着麵條，一邊賊眉鼠眼地在小夏和阿成之間來回打量。那種詭異的氣氛，連路過的螞蟻都能感覺到。哎，你們發現了没？7號那個帥哥今天安靜的有點過分啊。什麼安靜？那叫緊張。你看他那鼠標握的都要捏碎了。還有那個網管小姐姐，今天臉怎麼一直紅撲撲的？小夏正在喝水，聽到這幾句竊竊私語，差點一口水噴出來。他重重地把杯子放下，瞪了那幫學生一眼：“吃你們的麵，亂嚼什麼舌根？”學生們互相對視一眼，發出一陣意味深長的壞笑：“嘿嘿，我們可什麼都沒說喲。懂的都懂，懂的都懂。”那種磕到的姨母笑簡直藏都藏不住。小夏假裝沒聽見，低頭猛擦櫃檯，可是耳尖上的溫度卻怎麼也降不下來。他在心裡惱怒地嘀咕：我這也太明顯了嘛，連這幫小屁孩都看出來了。晚上10點，喧鬧漸漸退去，燈裡只剩下最後零星幾個客人。燈光似乎比白天溫柔了許多，空氣裡流淌着一種不屬於深夜的靜謐與溫情。阿成摘下耳機，從座位上起身，慢慢走向櫃檯。小夏正低頭整理着一沓收据，聽到腳步聲，手上的動作頓了頓。阿成站在他面前，隔着一道櫃檯。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兒，他就是想過來看看他，哪怕只是站一會兒。還沒忙完，他沒話找話地問了一句。小夏抬起頭，再一次四目相對，這一次沒有人再躲閃，他們就這樣靜靜地看着彼此，任由某種名為曖昧的情緒在空氣中發酵。燈光很柔和，將阿成的高大醒子拉得很長，正好覆蓋在小夏的腳邊，仿佛把他整個人都圈進了自己的領地裡。小夏先開了口，聲音很輕，像羽毛落地。今天還好嗎？這不是一句普通的客套，裡面藏着昨天的那個擁抱的餘溫，藏着對他心情的試探，也藏着一份小心翼翼的關心。阿成看着他的眼睛，輕輕點了點頭。他停頓了一下，似乎在灼灼除詞，然後他看着他很認真很輕地說了一句：只要看到你就挺好的。小夏瞬間怔住了，手中的收据被他無意识地攥緊，發出了一聲脆響。一股熱氣轟的一下衝上頭頂，臉頰燙得驚人。他不敢再看他那雙辛勤的眼睛，慌亂地垂下眼簾，可是也沒有反駁，沒有退縮，只有微微顫抖的睫毛泄露了他內心的兵荒馬亂。空襲似乎被悄悄點燃了陰線，噼里啪啦地炸出了無數朵隱形的煙花。那一刻，他們都清楚地聽到了心底的聲音。彼此之間那條名為普通朋友的界線已經徹底模糊不清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第38節，那不是我以為的關係。那天晚上，阿成剛準備下班去網吧，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緊急電話。阿成，方案出了大問題，客戶很不滿意，你得馬上回公司一趟。阿成皺緊了眉頭，看着窗外已經黑透的天色。本來今天他還特意早點做完了手头的工作，想早點去見見小夏，想看看他的感冒好全了沒有，也想再跟他說说話，哪怕只是像昨晚那樣安安靜靜地待一會兒也好。可是成年人的世界裡，工作永遠是無法推卸的責任。他嘆了口氣，只能認命地轉身回了公司。同時間，小夏在網吧裡一邊心不在意地擦着桌子，一邊頻頻看向7號機，還是空的。那張椅子孤零零地立在那裡，像是在嘲笑他的自作多情。他皺着眉，把抹布狠狠地摔在桌子上，心裡一陣煩躁。
昨天話說的那麼好聽，只要看到你就挺好的，結果今天人影都不見一個，騙子！就在這時，網吧的玻璃門被推開了，進來的不是阿成，而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生，大概25、26歲，留着一頭柔順的長髮，穿着裁剪疊屉的米色風衣，妝容精緻，渾身散發着一種知性優雅的氣質，跟這個充滿了煙味和泡麵味的網吧格格不入。她直徑走到櫃檯前，對着小夏微微一笑：“你好，請問阿成來了嗎？”小夏的心裡咯噔一下，警鈴大作。他上下打量了一眼這個女生，語氣冷不熱的：“你是誰？找他幹嘛？”女生眨了眨眼，似乎沒察覺到小夏的敵意。“哦，我是他以前公司的同事，今天本來約好把一份文件還給他的，但是他電話一直打不通，我就想來這兒碰碰運氣。聽說他經常來這裡。”以前公司的同事，約好見面，經常來這裡，這幾個關鍵詞像針一樣扎在小夏的心上。他心裡微微鬆了口氣，卻那種酸澀的感覺卻並沒有消失，反而更濃了。他面部表情地說：“今天沒來，可能在忙吧。”女生有些失望地點了點頭：“這樣啊，那麻煩你如果見到他，幫我轉告一聲，文件我寄放在前台了。”說完，他禮貌地道了謝，轉身離開了。小夏重新坐回櫃檯後的椅子上，只覺得心裡亂糟糟的。原來他還有這麼漂亮的女同事啊，關係好嗎？好到都知道他在這個網吧。也是，他那麼優秀，有人找也很正常。他越想越覺得胸口悶得慌，像塞了一團濕棉花。這種名為嫉妒的情緒，讓他第一次意識到，自己對他的在意好像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普通朋友的界限了。晚上11點多，風塵仆仆的阿成終於趕到了網吧。他一進門就敏銳地察覺到不對勁兒。小夏雖然還在櫃檯裡，但整個人的氣壓低得嚇人。看見他進來，不僅沒像昨天那樣打招呼，甚至連頭都沒抬一下，直接把他當成了空氣。阿成心裡一緊，小心翼翼地湊過去：“怎麼了？誰惹你生氣了？”小夏冷冷地把剛才女生留下的文件袋往台面上一拍：“你的東西，有人特意送来的。”阿成愣了一下，拿起文件袋看了看，恍然大悟：“哦，是這個啊！今天前同事說要還資料，但我手機沒電自動關機了，一直沒接到電話。”他一邊解釋，一邊觀察着小夏的臉色。見他依然板着臉不說話，阿成突然福至心靈，意識到他在氣什麼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把身體往前探了探，看着他的眼睛，極其認真地說：“小夏，只是前同事，送完文件就走了，沒別的，而且我跟他不熟。”小夏沒想到他會解釋得這麼詳細，愣了一下，隨即嘴硬道：“跟我說這些幹嘛？我又不關心。”阿成看着他彆扭的樣子，忍不住彎了彎嘴角，聲音變得很輕很柔：“我知道你不關心，但我怕你誤會。別人誤會不誤會沒關係，但我怕你多想。”小夏的心跳猛地漏了半拍，原本擠壓在胸口的那股酸澀和悶氣瞬間煙消雲散，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甜蜜和慌亂。他不敢再看他那雙仿佛能看穿人心的眼睛，慌亂地低頭，假裝整理鍵盤。過了幾秒，才從鼻子裡輕輕哼了一聲。聲音雖然很小，卻透着一絲掩飾不住的輕快。阿成看着他融透的耳尖，無聲地笑了。而小夏在心裡悄悄地問了自己一句：“我這算是吃醋了嗎？”第39章，你怎麼就來了？當晚12點左右，網吧的喧囂終於徹底平息，最後一批客人也陸陸續續離開了。小夏揉了揉有些酸痛的脖子，提着最後一大袋垃圾走向後门。通往後巷的走廊燈光昏暗，年久失修的燈泡撒出滋滋的電流聲，忽明忽暗。地面上因為剛才保潔阿姨拖過地，還殘留着未乾的水漬，濕濕漉漉的。小夏走得有些急，
完全沒注意到腳下那一灘反光的水跡，腳底突然一滑，啊！一聲短促的驚呼還完全沒有出口，他整個人便失去了平衡，重重地摔在了堅硬的水泥地上，手腕本能地撐地，卻在觸地的一瞬間傳來鑽心的劇痛，垃圾袋散落一地，狼狽不堪。正好阿成剛從洗手間出來，正在洗手台前擦手，突然一陣猛蟲的撞擊聲和那聲熟悉的驚呼穿透了走廊的寂靜，鑽進了他的耳朵裡。他的動作猛地一頓，眉頭瞬間凝成了川字。有人摔倒了，那個聲音是小夏。幾乎沒有任何猶豫，甚至連擦手的紙巾都還不來得及扔掉，身體比大腦先做出了反應，他拔腿就往後門的方向衝去。砰的一聲，後門被大力推開，借着昏暗的燈光，阿成一眼就看到了那個縮在牆角的身影。小夏正坐在地上，左手緊緊握着右手手腕，疼得整張臉都皺成一團，額頭上全是冷汗。那一瞬間，阿成的心臟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把，疼得他呼吸都停滯了一秒。他幾乎是滑跪到他面前的，聲音因為急促的奔跑而變得沙啞破碎。你怎麼了？摔哪兒了？雖然語氣極力維持着鎮定，但那顫抖的尾音卻出賣了他此刻的慌亂。小夏被突然出現的他嚇了一跳，淚眼朦朧地抬起頭。你怎麼就來了？阿成沒有回答，他的目光死死地鎖在他紅腫的手腕上。他伸出手想要去觸碰，卻在半空中堪堪停住，手指微微蜷縮，像是怕自己的觸碰會加重他的疼痛。他深吸了一口氣，抬起眼簾，目光深邃而克制。我能看看嗎？這一句小心翼翼的詢問，比直接魯莽的抓握更讓人感到安心和被尊重。小夏愣了2秒，看着他眼底的那快要溢出來的焦急，鬼差神成地點了點頭。阿成才伸出手，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瓷器一樣，輕輕托起了他的手腕，動作輕柔的不可思議。還能動嗎？試着轉一下。小夏咬着嘴唇試了試，立刻倒吸了一口涼氣。疼！阿成的眼神瞬間沉下去，眼底酝釀着風暴。他不再讓他亂動，而是一手穩穩地托着他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揽住他的肩膀，将他整個人半抱在懷裡。別動了，可能是扭傷，也可能是骨折。我扶你起來，慢點。全程没有一句多餘的廢話，但那堅實有力的臂膀和始終護在他身後的姿態，比任何甜言蜜語都有安全感。站起來後，小夏靠在牆上，驚魂未定地喘着氣。阿成站在他面前，低頭看着他，眉頭依然緊縮。很疼嗎？要去醫院嗎？還好，應該沒骨折。小夏搖了搖頭，借着微弱的燈光抬頭看他，1秒2秒。他看着這個男人，額頭上還掛着剛才奔跑的時候滲出的細汗，呼吸還有些急促，眼神裡是毫無掩飾的後怕和心疼。他衝過來的速度，他扶起自己的小心翼翼，那種擔心到連手都在微微顫抖的樣子，這些細節像一記重錘，狠狠敲在小夏的心上。這哪裡是普通朋友會有的反應，甚至更甚。他的心輕輕的，卻又無比清晰地塌陷了一塊。他垂下眼簾，低聲說道：謝謝你。阿成看着他，輕輕搖了搖頭，低沉地說道：別跟我說謝謝，聽到是你，我就沒有辦法不來。小夏的心頭猛地一顫，這句話聽起來簡單直白，卻比這世上任何一句我愛你都要讓人心動，都讓人心斷腸迷。两人都安靜了下來，狹窄昏暗的走廊裡只剩下2道交纏在一起的呼吸聲，誰都沒有後退，誰都沒有離開。空氣裡有什麼東西正在悄悄破土而出。第40節，連空氣都變得輕了。第2天，經過1晚上的休息，小夏的手腕雖然消了腫，但還是有些隱隱作痛，使不上勁兒。上班高峰期剛過，補貨的時間到了。
小夏看着地上那幾箱沉甸甸的飲料，深吸了一口气。没事，应該能行。他剛彎下腰，準備咬牙把箱子搬起來，一只修長的手先他一步，穩穩地扣住了箱子的邊緣。緊接着，那個熟悉的黑色身影擋在了他面前。阿成單手提起那箱飲料，輕鬆的像是在提一袋棉花。這種重活放着我來。小夏愣了一下，下意識的想去搶。不用，我自己。別動。阿成側過頭看了他一眼，目光落在他的手腕上。昨天疼得臉都白了，忘了？還是說你想再去那個黑漆漆的走廊摔一次？明明是責備的話，語氣裡卻藏着一絲不易察覺的寵溺。小夏的心口像被羽毛輕輕撓了一下，酥酥麻麻的。他沒再堅持，乖乖地縮回手，跟在他身後。看着他寬闊的背影，耳間悄悄爬上了一抹紅暈。中午時段，那幫唯恐天下不亂的學生熟客又來了。他們一進門就看見阿成在前面搬箱子，小夏像個小尾巴一樣跟在後面遞毛巾、遞水。两人配合得天衣無縫，那氛圍和諧得讓人沒眼看。學生們一立刻炸開了鍋，一個個擠眉弄眼。喲，這是什麼情況？夫唱婦隨呀！7號哥，這業務熟練度可以呀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老闆娘的家屬呢。哎呀，我們是不是來的不是時候，打擾二位二人世界了？小夏正在喝水，聽到家屬2個字，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死。他咳嗽得滿臉通紅，想解釋又不知道該從何說起。而一向淡定的阿成這次卻並沒有反駁，只是那紅透的耳根徹底出賣了他。他把箱子放下，低聲對那幫起哄的學生說了一句：喝你們的飲料，少品準。語氣裡雖然帶着警告，卻一點殺傷力都沒有，反而更像是被戳中心事後的惱羞成怒。學生們一看這反應，笑得更歡了。下午4點左右，阿成放在桌上的手機震動了一下，是公司群發的消息，領導通知今晚有個緊急視頻會議，所有人必須參加。阿成看着屏幕，眉頭漸漸擰進。如果要參加會議，就意味着他必須馬上離開網吧，趕回公司或者回家，也就意味着今天不能陪他到下班了。他抬起頭，透過顯示器的縫隙看向櫃檯，小夏正坐在那裡，低頭認真地整理着那一大厚厚的小票。午後的光線透過玻璃窗灑進來，在他側臉上鍍了一層金色的絨毛。他看起來那麼安靜，那麼美好，讓人怎麼都移不開眼。阿成的心裡突然湧上一股從未有過的失落感。以前覺得只要每天能來見見他就好，可是現在為什麼只要一想到要走，心裡就那麼難受的呢？人的貪心果然是會生長的。晚上9點，網吧裡的客人漸漸少了，空氣裡只剩下鍵盤敲擊的噼里啪啦之聲。阿成收拾好東西，站在座位旁。在直接走和去打個招呼再走之間，他猶豫了足足10秒。最終，理智還是敗給了情感。他邁開長腿，走向了櫃檯。小夏聽到腳步聲，抬起頭，兩人的視線在空中無聲地撞了一下，然後焦灼在一起，誰也沒捨得先移開。半秒的靜止，小夏看着他背上的包，輕聲問道：要走了？公司臨時有事。哦，小夏點了點頭，聲音裡有一絲藏不住的失落。那你今天不忙嗎？他試圖找轉話題，拖延一下這最後的告別時間。阿成頓了頓，他看着他的眼睛，聲音很輕卻很篤定。忙，但比起忙，更不想留你一個人在這裡。空氣瞬間安靜了下來，連呼吸聲都变得小心翼翼的。两人都沒有再說話，也沒有人動，就這樣靜靜地對視着一下。那種靜止已經不再是普通店員和熟客之間的客套，而是一種心知肚明又沒有通破那層窗戶紙的名為喜歡的距離。